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讲几个椭圆问题处理的技巧。好了，我们先看第一道题。第一道题呢，已知椭圆 x 方比2加 y 方等于1，动点 M， 2逗 t，t 是大于0的，设 F 是椭圆的右交点，经过右交点 F 做它的垂线，经过它为直径的圆儿。好了，我们先整理已知。椭圆的方程给我了，我们知道 a 方是等于2的，所以 a 是等于根号2，b 方是等于1的，那么我先把图画出来，快速的建立直角坐标系，然后勾勒出椭圆的草图。我为什么要整理已知呢？因为我要知道这个点 M 和这个椭圆的位置。a 方等于2，a 等于正负根 a 等于根号2，左顶点是负的根号2逗0，右顶点是根号2逗0。那么它的横坐标是2，显然在它的右侧。纵坐标不确定，但是呢，纵坐标是大于0的。这条直线是垂直于 x 轴的，这是 x 等于2的一条直线。点 M 就落在这条直线上，而且落在 x 轴的上方。因为纵坐标是正数，所以这个是点 M， 坐标是2逗 t。椭圆呢 ，a 方知道 ，b 方知道 ，c 方等于 a 方减 b 方，在椭圆当中 a 老大 ，c 是等于1的，所以它右交点的坐标我们也知道了，它的右交点的坐标是1逗0。已知椭圆点我也找到了，是它的右交点，经过点 F 做 OM 的垂线。好，这是坐标原点 O 连接 M 啊，这是 OM 这条线段，经过点 F 做它的垂线，经过点 F 做它的垂线。那么以 OM 为直径的圆儿。以 OM 为直径，我需要找圆心啊，目测一下，因为是徒手做图，没有尺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目测一下，这个是圆心。以它为直径的圆儿，我们快速的画一下啊，以它为直径的圆儿。那么以它为直径的圆儿呢，恰好与经过点 F 做 OM 的垂线啊，它这条直线和圆儿的交点，它是点 N， 然后呢，让我们求 ON 的值为定值啊，为了避免误会，它的交点不一定是落在 Y 轴上的，所以呢，我要给这个圆儿啊重新画一下。它不一定是落在 Y 轴上的，所以这个圆是这样的，这个点是点 N， 那么 ON 就是这样的一个线段。好，大家现在快速的考虑一下，我要求 ON 的长为定值，那你应该做怎样的考虑呢？难道是两点间距离先把 ON 表示出来吗？当然不是。像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去考虑？如果一道题你不是立刻就找到它的思路，找到在心里打好腹稿，那么你就要知道什么做什么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就是充分的挖掘它的特征，把所有它的特征用式子表达出来，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。那么在这里边，它的特征有2个，第一个呢，是我经过了 F 做 OM 的垂线啊，还有一个特征就是 OM 是直径，我当然要把而且点 N 还在圆上，我当然要把 NM 连接上。它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直径上的圆周角，它是等于90度的，所以2个垂直就是它的几何特征。那我怎么来应用这个垂直呢？要把它转化成向量，只要线段是互相垂直的，向量之极就等于0实数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经验啊。
遇到垂直，我们常规的办法把它转化成向量，会使得这个问题变得简略。那么提到向量就要干嘛呢？就要设坐标。点 O 的坐标知道 ，F 的坐标知道，点 M 的坐标知道，现在就差点 N。那我就设点 N 的坐标为 x0，y0。好。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知道什么就表达什么，把潜在的已知挖掘出来。还有呢，就是抓特征，抓突出的几何特征。那么垂直平行相交相离这些都是突出的几何特征。现在我抓到两个特征是互相垂直的，所以呢，我要转化成向量向量就需要设坐标，我们已经设完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开始表达 OM 向量，逐一的把它们表达出来。从坐标原点出发的向量的坐标就是向量的终点的坐标，所以 OM 向量的坐标是2逗 t。点 F 知道，点 N 的坐标我设完了，接下来我要表示 FN 向量。FN 向量是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x0减1逗 y0减0，这是 FN 向量。既然 OM 和 FN 是互相垂直的，也就是 OM 向量垂直于 FN 向量，我们就会得到 OM 向量乘以 FN 向量，它是等于零实数的。两个向量的坐标我们都知道了，两个向量相乘根据公式，横坐标乘以横坐标 2x0 减2加上纵坐标乘以纵坐标，这是向量的积它就等于零实数。那么这个式稍加整理2x0 加上 ty0 等于2，整理的原则是我把含有未知数的放在一侧，常数放在另一侧，先整理到这儿，然后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继续整理。好，第一个呢我就表达完了，第一个垂直的特征我用式子表达完了。紧接着呢我们再看，由于它是直径，直径上的圆周角是90度，所以我们又得到 ON 向量，它是垂直于 MN 向量的。那么依然得到 ON 向量乘以 MN 向量是等于零实数的。ON 向量是什么呀？从坐标原点出发的向量的坐标就是这个向量的终点的坐标，所以向量的坐标就是点 N 的坐标。那么 MN 向量呢，依然是N 是终点，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x0 减2逗 y0 减 t。两个向量相乘呢，横坐标乘以横坐标 x0 的平方减 2x0 加上纵坐标乘以纵坐标 y0 的平方减去 t 倍的 y0，这是两个向量的积。当我整理到这儿的时候，那么我就找到感觉了。找到什么感觉了呢？你看，刚才出现 2x0 加 ty0 了，我这里边也有 2x0 和 ty0， 所以 x0 的平方加上 y0 的平方就留在左边不动，把 2x0 和 ty0 移到右边 ，2x0 加上 ty0， 它恰好等于2就等于2了，也就是 x0 方加 y0 方它也等于2了。你看，我一直在整理已知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求人家让我求的就是 ON 的长 ，ON 点 O 和 N 之间的距离，两点间的距离，它就等于根号下 x0 减0。括号的平方 x0 方 y0 减0括号的平方 y0 的平方 x0 加 y0它的平方恰好等于2，我们已经求完了。那显然呢，把它带进来，于是 ON 的长我们就知道了，它就是定值。
好，这道题呢比较简单，你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它就比较简单。如果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，那么好多同学在做这个题的时候就无从下手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怎么来表达呀？我即使把它的坐标设完了，表达完这个，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啊？”所以这道题我们再回顾一下。第一，要抓住几何特征。几何特征在这道题当中，它是垂直，垂直通常我们就转化为向量之间的运算，因为向量之积等于0。提到向量就设坐标，这就是一套经验。有了经验呢，下回再解决类似的问题，你马上就会找到方向。好了，我们再做一道题。在我擦黑板的时候，大家快速的读题，想一想，你想怎么做？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做对比，所以呢，你就觉得老师做了这个方法好简单。是的，当你第一次遇到这种题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这个能够这么简洁的就把它解决出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下一个题，读一下题。已知这个椭圆过这样一个点，做了与 y 轴不垂直的直线，也就是它的斜率是存在的。不做不与 y 轴垂直的直线，也就是它的斜率是不等于0的。那么这条直线交椭圆于 MN 两个点 ，A 是它的左顶点，然后让我们证明它是垂直的。好。很显然 x 方下边的数大，这就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。我们迅速的建立直角坐标系，一定要把图快速的勾勒出来。因为解析几何，它的关键是几何，几何是必须要有图形的，看起来特别直观。那么 a 方是等于4的，他说 A 是椭圆的左顶点，所以点 A 的坐标自然就是-2逗0。过点负的6/5逗0负的6/5逗0在哪里呢？它是负的1点多，显然它是在椭圆内的。比如说这个点，它就是负的6/5逗0。我经过这个点做不与 y 轴垂直也就是经过这样的 x 轴上的点不与 y 轴垂直，它就是不与 x 轴重合。那么它做了一条直线和椭圆交于 MN 两个点，我们就可以随便的画一条直线怎么画都行。那么这里边呢，我们就这样画一条直线，它与椭圆交于 MN 两个点。接下来 MA 是这一条线段。NA 是这样一条线段，让我们证明它是互相垂直的。那这里边呢，我应该先考虑一下特殊的情况。我在右边给大家再画一下，这是焦点在 x 轴的椭圆，这是点 A， -2逗0这个是负的6/5逗0。他说不垂直于 y 轴，但是如果它垂直于 x 轴呢？斜率不存在呢？题中没有说它不允许垂直于 x 轴，所以特殊的情况我们要考虑。这是点 M， 这是点 N， 连接 AM， 连接 AN， 我们证明它是垂直的。那这个时候它就特别好证，为啥？因为点 M 和点 N 它的横坐标我们都知道了，都是负的6/5，它们俩的纵坐标还是一对互为相反数，所以我可以设它的纵坐标是y0，把它的方程还是已知的，x 方比4加上 y 方是等于1的。你把横坐标带到椭圆的方程当中，我们就会求出它的纵坐标。纵坐标求完，点 M 的坐标确定
AM 向量的坐标就可以表达，因为坐标都是确定的，它的坐标确定，点 N 的坐标横坐标一样，纵坐标是它的相反数 ，N 的坐标也确定，所以 AN 向量的坐标也能够表达。让我证明它们俩是垂直的，我只需要说明 AM 向量乘以 AN 向量等于零实数就可以了。因为都是具体的实数，所以我们很快的就会得到结论。也就是呢，当你做题的时候，题中表述的你都做到了，那么它没有说的特殊的情况，你要单独考虑。好，这个具体的数呢，因为它太容易求了，我就不给大家做了。我关键说一说它斜率存在这种是斜率不存在，这种的是斜率存在，斜率还不等于0没有落在 x 轴上，所以我们主要说一说第二种情况。那么第二种情况，我怎么来证明它们俩是互相垂直的呢？我也想用向量的表达，因为用向量的表达是比较好的方式，所以呢，我就设点 M 的坐标是 x1y1，点 N 的坐标是 x2y2。我依然要表达 AM 向量，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x1减负2 x1加2，y1减0就是y1。AN 向量，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x2减负2 x2加2，y2减0。我现在呢要给两个向量相乘，期待它们的极是0。两个向量相乘是横坐标乘以横坐标 x1加2乘以x2加2，加上纵坐标乘以纵坐标是 y1乘以 y2。那么现在它到底是不是0？我接下来要干嘛？记住这句话以前也给大家反复强调过，只要提到直线和圆锥曲线相交，一定要联立消圆，得到 x 或者 y 的二次方程，然后呢为答。那么现在这条直线的方程我并不知道，我要设这条直线的方程，这里边技巧就出现了因为时间比较紧，所以呢我就不两个方法进行对比，你下课以后可以自己尝试着用另一个方法做一下，我就直接告诉大家这个巧妙的方法是什么？也就是通常斜率存在，我们就直接点斜式了，这是常规的做法。比如说它的斜率是 k， 我们就 y 减0等于 k 倍的 x 减去负的6/5 x 加上6/5，然后呢用点斜式表达完，再和图样进行联立。但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，它的计算量相对就大一点，相对谁来说它大了呢？我下边的这种设法大家一定要掌握，这个就是这节课你要掌握的第一个重点内容。我经过的这个点，它是 x 轴上的一个点，负的6/5都0。凡是经过 x 轴上的点当我设直线的时候，我如果不想考虑它的斜率是不是存在，没有单独考虑它斜率不存在的情况，我用一个式子把两种情况合二为一，那么我就可以这样来设。怎么设呢？设成 x 等于某某倍的随便t 倍的 y。接下来的这个是谁呢？你看，你不是经过负的6/5了吗？那你就加上负的6/5，也就是减去6/5。我要把直线的方程设成这样的形式，我就不用再单独考虑它特殊的情况斜率不存在的。那为什么呀？
就是因为我如果把它变成斜截式，它是 ty 等于 x 加上6/5，y 呢它是等于 t 分之1倍的 x 加上5/6。t 如果等于0，它在分母上它等于0，它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呢，当 t 等于0的时候那么这个斜率是不存在的。因为我设这个直线方程的时候，我这个 t 是属于 r 的，它可以取0。当它取0，斜率不存在。你看斜率不存在的情况就含在这里。那如果 t 要不等于0，那它斜率就存在，斜率恰好就等于 t 分之1。所以我这种设法呢，就是把两种情况合到一块儿，你就不用再单独讨论了。这样的话会节省点时间。什么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设一定是这条直线经过了 x 轴上的一个点，比如说经过了 a 逗0这样一个点，你要是做直线的话，方程你就可以设成 x 等于 ty 加 a 的样子。这个呢这是一个模型，大家要把它记住。对于这道题来说，它是加上负的6/5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验证一下，它是不是代表了所有经过这个点的直线呢？我把 x 等于负的6/5带进来，把 y 等于0带进来，左边右边坐标两个坐标的x y 的值带进来之后，恰好满足这个方程，所以它的确代表了所有经过负的6/5逗0的直线。当然它不包括这一条不包括 y 等于0的 x 轴，但是题中已经说了，他说不与 y 轴垂直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设完直线方程以后，当然要和椭圆联立。x 等于 ty 减去6/5，椭圆呢是 x 方加上4y 方等于4。消谁方便就消谁，消谁方便呢？消 x 方便，消 x 得。我们在草纸上进行我要把这道题完整的给大家做完。ty 减去6/5的平方加上4y 方是等于4的。t 方 y 方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，5/12t 倍的 y 加上25/36加上4y 的平方等于4。y 方呢相整理到一块儿，得到的是 t 方加4倍的 y 方减去5/12倍的 ty。把4移过来，25/36减4就是减去25/100，所以它应该是减去25/100减36，64等于0，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要找韦答要找 y1 加 y2， 它等于负的 a 分之 b， 符号就约了 a 分之5倍的 t 方加4/12，12t， 不要把 t 忘了，这是 y1 加 y2 5倍的 t 方加4/12t。y1 乘以 y2 等于a 分之 c， 它是 a 分之 c， 那是负的，这个符号要留着。25倍的 t 方加4/64，这是 y1 乘以 y2 等于负的25倍的 t 方加4/64。我这个 y1 乘以 y2， 我就可以把它带进来。那么这里边还有 x1、x2， 怎么办呢？我要把它展开。
分配律 x1 乘以 x2 加上2倍的 x1，2倍的 x2 加上2倍的 x1 加上 x2 再加4，y1 加 y2 我把它带进来可以，它是负的减去25倍的t 方加4分之64。那么 x1 加 x2，x1 乘以 x2 我没有怎么办？好，点 M 的坐标 x1、y1，它在这条直线上，所以它的坐标满足直线的方程。于是我们就知道 x1它是等于 t 倍的 y1减去5分之6。同样道理，点 N 的坐标也是满足直线的方程 ，x2 它是 t 倍的 y2减去5分之6。所以我要求 x1 加上 x2， 两个式子一相加 t 倍的 y1 加 y2， 然后减去5分之6啊，再减5分之6，减去5分之12。那么 t 不动，我把刚才求得的 y1 加 y2 带到这里来，5倍的 t 方加4分之12t， 然后再减5分之12，t 乘到分子上变成12t 方，然后我们再通个分，5倍的 t 方加4 12t 方减去12倍的。原来它只是5，它乘了一个 t 方加4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呢？5倍的 t 方加4 12t 方减12t 方，这就没有了，它剩的就是负4。你看 x1 加 x2 我也找到了。那么 x1 乘以 x2 用同样的办法， x1 乘以 x2它其实就是 t 倍的 y1减去5分之6乘以 t 倍的 y2减去5分之6，然后变成 t 方倍的 y1乘以 y2减去5分之6倍的减去5分之6倍的 ty1 减去5分之6倍的 ty2 减去5分之6t 倍的 y1 加 y2 加上25分之36，把我们刚才求得的 y1 加 y2 带到这儿，求得的 y1乘以 y2有个负号啊，负的这一项带到这儿。经过整理之后，我们就会求出 x1 乘以 x2， 求出它的值。把它们一整理，能够约掉的就都约掉了，所以最后它一定是等于0的。那么两个向量相乘等于0，两个向量一定是垂直的我们就得到要证的结论了。好，这道题呢，通过这道题，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因为圆锥曲线这个地方复杂的题特别多，题型特别多，所以经常要用到这种设法。只要是经过 x 轴上的点，我们就这样设，特别运算量减小，变得简单。好了，这道题呢，我就给大家说这么多，具体的数大家自己一算就行了。接下来我要做下一个题，下一个题呢又体现了一个技巧。刚才的那个题呢，它的技巧是经过 x 轴上的点，我如何设方程。第一个题的技巧呢，它就是转化成向量，只要提到垂直，我们就转化成向量。转化成向量，用向量之极等于零实数表达垂直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这道题。这道题给了我一个椭圆，点 P 在椭圆上，连接 PF1 并把它延长，和椭圆有另一个交点是 Q。R 是 PF2 的终点，
我们一边读题一边找它的几何特征，这是中点。O 是坐标原点，三角形 QFEO，QFEO 我用斜线来表示，大家看是这样一个三角形。还有一个三角形是 PFER，PFER， 它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。那我们看这两个三角形，它只有一个公共的点 ，F1是它的公共点，它没有相同的底也没有相同的高，我只能是各自把它们的面积求出来，然后才能表达它们的和。那这个呢，就给我的计算造成了一定的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你比如说，我要求这个三角形的面积，我需要知道知道底，点 P 不知道，点 R 不知道即便我设出来它是椭圆上的一个点，它用椭圆的方程来表达这个点，那也是非常的复杂。所以呢，我要找底找高就非常的不方便。但是呢，我又看到这个终点，这个终点我要怎么用呢？椭圆是自带终点的，它又给了我一个终点，所以呢，一定会有中位线。O 是 F1、F2 的终点 ，R 是 PF2 的终点，在三角形 PF1、F2 当中 ，OR 就是中位线。那么中位线它就平行且等于底边的一半，当然我只需要它平行就可以了。所以它平行，我就可以干嘛呢？可以把这个面积转化一下。PF1R 它的面积和 PF1O 的面积应该是相当的。三角形 PF1O， 它可以拿 PF1 做底 ，O 向它做垂线，这是它的高。那么对于三角形 PF1R 来说，它也可以拿 PF1 做底 ，R 向这条边做垂线。由于 OR 和 PF1 是平行的，无论是从 R 向这条 PF1 做垂线，还是经过 O 向 PF1 做垂线，做出来的高是相等的。也就是这样的两个三角形，它是同底等高的。既然同底等高，我就可以把 PF1R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转化成 PF1O， 转化成这个，因为它是同底等高，所以这个面积呢，我就把它转化成 PF1O。好了，转化成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看，我要求的这个 S 是谁？它是 S 三角形 QF1O 加上 S 三角形 PF1R 加上原来的这个是 PF1R。现在我把它变了 ，S 三角形 QF1O 不动。PF1R 我转化成了 PF1O， 因为它们俩是等底它们俩是同底等高，转化成 S 三角形 PF1O。转化成这个有什么好处？大家有没有看到 PF1O 加上 QF1O， 它就是三角形PQO 的面积了。那么这个面积我怎么求呢？我也要把它分成就像刚才这样的两个三角形分别去求。那么这个时候我求 PF1O 的时候，拿 F1O 做底，点 P 向这个底做高，由于它是钝角三角形，高坐在外面。
高的长恰好是点 P 的纵坐标。我要求 QFEO 的面积的时候，我依然拿 FEO 当底，我们两个的底是相同的。我经过点 Q 做高，由于它是钝角三角形，高坐在外面，我的这个高恰好是，因为它是连接 PFE 并延长，它在上边，它就在 x 轴的下边。那么我这个是 x2 逗 y2， 恰好是我 y2 的绝对值，它是 FEQO 这个三角形的高。那么两个三角形我在求面积的时候，1/2底呢都是 FEO， 高呢1/2和底我就把它提出来 ，y1 它应该是它的长加上它的长，它是负的，所以我就得到的是 y1 减 y2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只需要找到 y1 减 y2 的值就可以了，它们面积的和立刻就求出来了。那么 y1 减 y2 怎么找呢？ y1 减 y2 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y1 加 y2， 可以知道 y1 乘以 y2。老师说过，只要直线它和圆锥曲线相交，一定要把它们连立。好了。我们学过的3大解题思想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我刚刚给大家讲椭圆的时候就讲过解题思想。第一个呢是回归定义，第二个是胜而不求，使用韦达定理，用来求弦长。你看，你只要求这个弦长求边长，求线段的长，我们都可以用韦达定理来做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要表达 FPQ 这条直线。由于椭圆它的 a 方是等于4的 ，b 方是等于3的，c 方是等于1的，所以 f1 的坐标我们就知道它是-1逗0，这是 x 轴上的一个点。既然它是经过 x 轴上的点做的直线，所以我就可以设直线 PQ 的方程为，我们把刚才的那道题学的那个小技巧要用上，设它的直线方程为 x 等于 t 倍的，你不是经过-1了吗？ty 加-1减1，所以我就把直线方程写完了。写完了之后呢，你当然既然它和椭圆是相交的，x 等于 ty 减1，马上和椭圆连立，是3x 的平方加上4y 的平方等于12。你看我要求的是 y1 减 y2 嘛，我这个方程这么一设，恰好消 x 比较方便消 x 得。我们一块儿做一下，3倍的 ty 减1的平方加上4y 方等于12，3t 方 y 方减去6ty 加1是加3，加上4y 方减12等于0，t 方得到的是3t 方加4倍的 y 方，减去6ty， 12减9等于0，我们就得到了 y 的2次方程。接下来我要找 y1 加 y2， 它等于负的 a 分之 b， 所以是3t 方加4分之6t y1 乘以 y2， 它等于3t 方加4分之-9。这道题我们还要继续做因为后面还涉及到求最值嘛，求最值嘛，所以求最值那个地方还是有技巧的。
好了 ，y 加 y2我知道了 ，y1乘以 y2我知道了，1/2倍的啊，我给它加绝对值也是可以的啊。f1o， 因为我这条直线是做成这个样子的，如果你是反过来做的呢，点 Q 在上呢，或者我坐标呢，把点 P 的坐标设成 x2y2，点 Q 的坐标设成x1y1呢，所以你就加个绝对值，这是最保险的。那么乘以它再乘以，把它加个根号，就变成了 y1 减 y2的平方。我硬是把它变成加，那么我就要减去4倍的 y1 y2。你看我刚才伟大的式子就可以带进来了。f1o 的长就是1，所以它等于1/2倍的根号下。把它们都带进来，3t 方加4 ，3t 方加4分之6t 括号的平方减去4倍的，由于它是负的，就变成加3t 方加4分之4九36，所以我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，这样一个式子。将来求最值的时候啊，也有一定的困难，所以我要继续给大家做。分子分母分别平方，3t 方加4括号的平方，我直接给它们俩通分。第一项呢，6636t 方加上36倍的。它原来分母只有一个啊，3t 方加4，它又乘了一个3t 方加4，所以继续整理分母的平方可以拿出来了，1/2乘以3t 方加4分之上边呢，它是3618。3神的9 108加36，它是144t 方加上，我可以把36提出来啊。我们要寻求简单的做法。我先把36提出来，开出来是6乘以1/2，它就变3倍的。那么这项就变成 t 方，它是3t 方，所以是4t 方。加上36t 方加3t 方，然后再加个4，再提出来一个2，4提出来它变1，所以呢前边就变成6倍的。现在呢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是6倍的3t 方加4分之根号下 t 方加1。那么这个式子它要求最值。那我应该怎么求呢？我就得换圆，所以接下来呢是另一个小技巧。刚才呢我们是利用平行把面积转化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换圆啊。我令谁呢？令这个3t 方加4等于 u， 设 u 等于3t 方加4。所以我就会得到把4移过去，把它除过去 ，t 方就等于3分之 u 减4。把4移过来 u， 把4移过来，把3除过来 ，t 方我就知道了。所以 t 方加1根号里边的我们也知道了，它就等于3分之 u 减4加1。加3，所以就变减1。那么现在这个 s 它就等于6倍的分母就是 u， 上边呢它就是3分之 u 减1。我再把它也放到根号里，就变成6倍的。它进到根号里变成 u 方除以它乘以它的倒数，所以是3u 的平方分之 u 减1，所以它等于6倍的根号下
分离常数给它做分母，所以是负的1/3倍的 u⁻1的平方加上1/3倍的 u⁻1。现在呢，就是以u⁻1为未知数，大家看这是不是一个二次函数的样子啊？我们可以把它搬出来，我令 y 等于负的1/3倍的 u⁻1的平方加上1/3倍的 u⁻1。要想求它的最大值，我们只需要求被开放数的最大值就够了。很显然呢，如果你看着再不舒服的话，你就可以令 u⁻1等于 m， 你把它转化成 y 等于负的1/3 m 方加3m 的样子，就舒服多了。我确立了一个新函数，我当然一定要标注定义域。标注定义域，我要求 u(m) 的取值范围，我就要知道 u⁻1的范围。我要知道 u⁻1的范围，我就需要知道 u 的范围。我需要知道 u 的范围，那我就得考察这个二次函数，这是 t 轴，这是 u 轴。那么 3t 方 ，t 是没有任何限制的。我在设直线方程的时候，我的这个 t 是没有任何限制的，它是属于 r 的，所以它是个开口朝上的抛物线。我要想求 u 的取值范围，那我就快速的求，我只需要找到它的最低点就可以了。最低点是啥呢？最低点是4a 分之4ac。是3乘以4 16，这是48减 a 方。它的这个坐标轴就是y 轴所以它最低点的坐标就是4它是以 u 轴为对称轴的。3t 方它是经过坐标原点的，加4它是向上移了4个单位，所以 u 的最小值我们马上就知道了，它是4，也就是 u 大于等于4，那么 u⁻1它就小于等于1/4，但是它的大于0。这个地方有点小，我就把这个图给擦掉了因为我们一观察就观察出来了，所以 u 的范围就知道了。u⁻1的范围就是我 m 的范围，所以 m 它是大于0，小于等于1/4的。这是一个二次函数，我们可以给它配方1/3倍的 m 方减去，那这项原来它是3。你要提个1/3，是不是它就变成9了？验算一下，负的1/3 m 方加上3m， 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的平方，它的1半是3加9。它俩一相乘是这一项，它俩一相乘是这一项，它俩一相乘呢，我是减了一个3，所以我在后面还要加上一个3，负的1/3倍的 m 减3的平方，再加3，然后我 m 还在0到1/4之间取值，这是开口朝下的抛物线，这叫 m 轴，这叫 y 轴，它的对称轴是 m 等于3。我随便画因为它不影响我求最值。我的 m 是在0到1/4之间取值，我只保留这样的一段小线段，所以我的最大值是在哪儿取得的呢？是在1/4处取得的。所以当 m 等于1/4的时候 y 就最大。最大值呢，你就把1/4带到这里来，就能够求出 y 的最大值。y 的最大值求完了带到这个根号里边，它的最大值我们就知道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了 s 的最大值。剩下的这个数呢，大家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总结一下。
那么这道题我们学了一个什么技巧？这道题呢，如果我就用 QF1O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加上 PF1R 啊，加上 PF1R 加上这个三角形的面积，那么这两个三角形是不相干的，分别各自求，而且求 PF1R 的时候条件很不够，条件很欠缺，因为这些个点的坐标我都不知道，我求底也不方便，我求高也不方便。那么这个中点我怎么用的呢？因为椭圆自带中点 ，O 是 F1、F2 的中点，它出现平行线了，所以呢，平行线上的任何一点向 PF1 做的高，它们都是相等的。那么既然这样，我就把 PF1 这个面积转化成了 PF1O。PF1R 转化成了 PF1O， 因为它们俩都可以同底，都拿 PF1 当底，平行线向它做的高是一样的，又同底又等高，所以面积就转化了，把它的面积转化成这个，这种转化，这就是一种技巧这就是一种技巧。转化完了 PF1O 和 QF1O 我们就有共同的底，而我们的高呢都跟我们的纵坐标有关不过是两个纵坐标的差，因为是一上一下嘛，你穿过 X 轴的点了嘛，无论谁在上谁在下，你只需要给它加个绝对值 y1 减 y2 减 y1 都是无所谓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只要把纵坐标的差求出来，纵坐标的差一定和纵坐标的和有关，和纵坐标的积有关，然后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，只要直线和圆对曲线相交，必设方程，这是上一个题的学的技巧。经过 X 轴上的点，我们就这么设，设完了之后，当然得联立一维达。他也知道，一切就都知道了。最后呢，还有一个求最值它呢并没有转化成，它并没有使用均值不等式，因为用不了，不具备均值不等式的形，转化成了二次函数。既然确立新函数，不要忘了标注定义域然后这道题呢，我们就顺利的解决完了。这样的题就比较复杂，在一道复杂的题当中，它可以在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使用一些技巧。好，这节课呢我们就讲这么多。